各位好，瓜子泡茶听 iPhone，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第5季的内容，该聊到键盘和输入法啊，也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一个话题。键盘跟输入法为什么要聊呢？因为大部分人啊，可以说是每一个用手机的人，你或多或少的都会用到键盘和输入法。那输入法跟键盘是联合在一起的嘛，你但凡要用到键盘，你一定会用到输入法，不管你是输入哪一个国家的语言。那这就牵扯到，因为 iPhone 本身是一个遍布全球的产品啊，它内置应该我记得不错的话是23种国家的语言和输入法，而且每一个国家呢，它往往会对应多种输入法。其实这个呢还是蛮庞大的一个语言体系，特别是对于如果你有3种语言以上的需求的话，其实有一些输入法的小技巧还是值得拿出来聊一聊的。那至少你会有2种语言的需求，对于中文的用户来讲，那就是中文和英文啊。也就是说，其实不管你是哪一种语言作为母语，那么你基本上都会离不开英文啊。只有是英文作为母语的，那你可能用不到2种以上的输入法。那除了这个英文作为母语以外，你都会用到2种以上的输入法，那这就牵扯到一个输入法切换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针对 iPhone 的输入法跟键盘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它设置的内容以及它的一些常用的使用技巧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设置啊。在 iPhone 当中呢，打开设置，你没有办法直接看到输入法，它是在通用里面啊，通用里面也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因为输入法是隐藏在键盘当中的。我稍微往下滑一点，键盘在这里，时间和日期的下面。那我们点键盘进来，你也看不到输入法，因为在 iPhone 当中呢，基本上你就可以把输入法等同于键盘了。那你点键盘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键盘的设置里面的第一个还是键盘，最上面还是键盘，是吧？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呢，其实翻译成输入法呢就更合适一点了。那否则的话，我们要怎么讲？我们要讲点 iPhone 的设置通用键盘，让人觉得我是不是说错了，重复啊？但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这个键盘里面的键盘点进来，这里就是输入法了。但是 iPhone 这么说的意思我们也不难理解嘛，因为你一种输入法肯定叫对应一种键盘布局，所以咱们就目前来讲它是这么翻译的，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改啊。我们就记得键盘下面的键盘其实就是输入法了。那你如果要想添加一个新的输入法呢，也没有这个菜单，那你经过刚才的这个讨论，你就应该知道了，它应该是添加新键盘的，而不是添加新输入法。所以你看这儿嘛，添加新键盘啊，然后点一下，你就可以从 iPhone 支持的语言当中选择任何一种语言，然后它接下来会给你显示一些针对这个语言的输入法啊。那我们随便选一个吧，比如说这个法语。好，那这样的话，一个法语键盘就会被添加进来，然后我们点进去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法语还是有蛮多不同的键盘布局的啊。那如果你们买电脑，有过买电脑的经验的话，应该会知道电脑是支持配各种国家的键盘的，这个是买 Mac 电脑的时候的一个小秘密啊，你就可以去选配。但是对于我们简体中文用户来说，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必要，你就买英文键盘就可以了。但是是有法文键盘的啊，这个键盘的键序都是不一样的。那这是怎么样去添加输入法啊？那对于中文来讲，其实你也可以添加多个输入法的。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啊，现在我添加的是简体中文拼音嘛，那如果我想添加5笔，那你还是要点添加新键盘里面的简体中文。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中文其实一共有7个输入法，是吧？有这么多。那或者你想添加手写也可以了，我们就比较流行的添加个手写吧，你只要把它勾上就好了啊。所以如果你全勾上的话，单简体中文这个输入法就有7种，那你在输入的时候，你就要去知道怎么样去切换比较方便了啊。好，我们姑且设置到这儿，点完成返回。刚才看到的是这个键盘呢，那下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
有趣的功能，叫自定义短语。自定义短语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经常要输入我的手机号码，那手机号码又挺长的，到处输又很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可以生成一个自定义短语，每次要输手机号码呀、地址啊这些重复性的东西的时候，包括身份证号，对吧？那你就可以用自定义短语自动套用。那我这边给大家先设置好，等一会儿我们演示一下啊。自定义短语它有一个默认的叫马上到啊，那这个激活码呢就是 MSD， 那也就是说你的键盘上打 MSD， 它就会自动蹦出马上到。那我点一下加号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写短语是什么呢？短语就是你真正想输的那个东西，比如说电话号码13834567844，随便说啊。那你激活码它是可选的啊，那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输一个这个激活码，比如说我输一个叉吧，叉叉啊，输个叉叉，好，点存储。那你看这样的话，你就有了一个新的自定义短语了，也就是说以后你只要输叉叉，它就蹦出来你的电话号码。那如果你可以把你经常用的全输入进去之后，特别提示大家一下，在一台手机和一台设备上输入完了之后，你的 iCloud 会自动的把你的自定义短语同步到你 同一个 Apple ID 下的所有设备上面，所以是一次性输入，终身受用的，除非你跳出 Apple 生态圈，那否则的话，它是在你横跨你的所有设备和你未来的设备的啊。那我们现在可以就试一下，比如这边不有个搜索嘛，那这个点一下键盘不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我输 XX， 看到了吗？是不是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我的电话号码？你直接点这个就好了，这就是自定义短语啊。很多这个老早就有的功能，其实我在工作当中发现很多用户还是不甚知道的啊。我们试一下它默认的啊 ，MSD 是不是第一个就是马上到？你注意这个马上到是带感叹号的，它特别加了一个感叹号在里面，这个不是键盘的这个词语联想功能啊，这个是属于自定义短语，因为你看到这里还有一个马上到，对吧？这个是没有感叹号的，这个是拼音联想，而这个是自定义短语。好，那这个就算是给大家演示过了啊。那下面的这个呢叫单手键盘，这个建议大家都保持关闭，不需要开，因为为什么呢？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在使用键盘的时候，可以随时的去打开它。举个例子哈，我们还是到这个里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键盘是全键盘。那你说，如果我想切换成单手键盘，比如说你的手比较小，或者说你用的是这个 Pro Max 大屏幕的系列，我现在是右手拿手机，我想单手操作，这个时候我点，你看我大拇指，我点这个 QWE， 我够不着啊，你看我就很容易误触嘛。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点击这个长按这个小地球，然后你会看到最下面，哎，我应该可以松手，但其实不用松手啊。我松手为了给大家看一下啊，最下面这三个，中间这个就是全键盘。左边的这个是左手键盘，右边的这个是右手键盘。你只要点一下右手键盘就好了，因为我是右手拿着，左手反之啊。那我为什么说不松手呢？因为这个操作是连贯的，你只要长按这个地球，不用松手，直接把手滑过来，滑到右手键盘上松手即可。那现在这样的键盘就是右手键盘，我就可以非常轻易的把这个 Q 打上去了。然后你打完了之后，如果你想恢复到全键盘，你只要点一下这个小箭头，它就恢复到全键盘。拿到左手也是一样的，你就这边还是这样长按点击左手键盘，它就是左手键盘。所以这个开关你是不需要在这个设置里面去开的，你就保持着关就可以了。在你用得到的时候，你再把它去打开就行了。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这后面的这些。后面的这些我不再一一的分享了，因为这些文字呢，大家基本上都能够看懂啊。比如说智能标点啊，自动改正啊，启用大小写、滑行键入啊，首字母大写啊，文本预测啊，这些你要什么就开什么就好了。这个是全键盘的一些控制。那特别一提的话，我反复强调，你看设置你要会分类。那对于我这个设置界面，其实这是一个类，然后下面这些又是一个类别，对吧？那这个类别呢，就是跟听写相关的，比如说你要不要打开听写，听写的语言是什么，听写的时候要不要自动帮你加标点符号，还是你手动加？自动加标点符号它可能会不准
但是如果你想准的话呢，你说话就得改一改习惯。比如说早上好，你吃了吗？你想让它听写这么几个字，那如果你把自动标点给关掉的话呢，它就没有标点。那你想加标点，你得这么说，你说早上好，逗号，你吃了吗？问号，你必须这么说话，它才会给你加标点。如果你直接说早上好，你吃了吗？它一个标点都没有。所以如果你想懒省事儿，你就把这个打开，让它自己加，肯定会有加错、断句断错的时候，那你再改。但如果你想准确，那你就把它关掉，你自己要把标点说出来就好了。目前应该是支持一些方言的啊，大家点进去按照自己的听写习惯去设置就可以了。听写我还是个人非常推荐的，特别是等到2024年的9月底，我们能够升级到最新的 iOS 18之后， Apple 的人工智能运用到 iOS 18，你的听写会更好。虽然说第一时间更新的时候，简体中文和中国地区是不支持 Apple 智能的，但是根据我用简体中文版的 iOS 18的测试版看来，它的听写准确率跟成功的这个概率都会大大的增加。我现在基本上不怎么用手打字了啊，就是写字的时候，强烈推荐各位用听写。然后下面的这个你可以看到啊，这就分类了啊，这一块是拼音，这一块是英语，这一块是表情符号，这一块是手写。也就是说，针对每一个键盘或者说每一种输入法，它都会有一些单独的设置啊。比如说你用拼音输入法，关于拼音输入法，你要不要开模糊拼音，要不要开方言，要不要空格确认啊？关于英语输入法，你要不要开这个行内显示预测？关于这个表情符号，你要不要显示贴纸？关于手写，你要不要自动确认后选字？这些都有对应的开关，你只要把它打开关闭就可以了。比如说，当你第一次把键盘呼叫出来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观察这个键盘的空格键，就可以知道现在的输入法是什么语言。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空格键是写的 space 啊，它是一个英文的空格的意思，它并没有写中文的空格2个字，所以现在的输入法就是英文输入法。那我们都知道切换输入法是用这个地球了，但是很多人呢只知道就是点一下就切。那现在是简体拼音空格。这个就是中文输入法了。那再点一下呢，又变成英文。那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只有英文和拼音2种输入法的话，你点一下地球，这个是没太大问题。因为点一下地球的话，它默认的操作是切换到上一个输入法。那么如果你只有2个输入法的话，你不管是这一个还是上一个，不管你怎么换，你永远是这2个。但如果你像我现在刚才的这个设置，我已经有很多个输入法了，那这个时候你点地球，它就不一定跳到哪儿了，因为要看你上一个使用的是什么。所以比较精准的切换输入法的方式是长按滑动，就像刚才我们切换左右手键盘一样，就是按住不松手，直接滑到你要的输入法之后再松手。很多人会说长按看到菜单出来了就松手了，然后再去点，这对不对呢？当然对，但是呢，我个人的习惯也是我认为有更快捷的一个方法是长按不松手。比如说我现在想切换到法语键盘，现在是英文，对吧？那我个人比较习惯的方式是长按这个地球不松手，然后直接滑到法语上面，然后松手，那就是法语。那你会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法语写的空格了。那现在如果我再轻点地球的话，你会发现它就会退回英语。那我再轻点一下呢，它又退回到法语，中文就没了。因为点一下地球，默认是上一个，那它就会永远在英文跟法语之间切换了。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比如说我个人就是这样子，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在中文拼音和英文之间进行切换的，所以只要轻点一下地球就够了。但是偶尔有一个字我实在是不知道它怎么念，我只有用手写才能写进去，那偶尔出来了，那我就这样滑到这个手写，然后去写就好了。那滑完手写之后，你再去把它切回英文或者拼音，比如说我手写写完了，我再切一遍这个拼音，切完拼音再切一下英文就好了，那个手写就又会排到第3位了嘛，它就不再是上一个了。那如果有这个年纪大一点的，或者你拼音不太好，经常会想要用手写
输入法来输入的话，iPhone 自带的手写输入法其实是也有一些小技巧的啊。那对于手写输入法，我们可以一次性的把这个一个成语都写完啊。比如说我们说好好学习啊，那我可以连续写完。那看到吗？全部写完，然后它直接这里就帮你打上去了，没有必要写一个等一个，写一个等一个的。但是注意，如果你把它拉上去了之后呢，你是不能写两排的，知道吧？你只能写一排，第二排它是不认的，就是你只能把字写的瘦长啊，或者我不知道横过来行不行啊？你可以试试看吧。如果你的手机能横过来，有些 app 允许你横着写呢，可能会舒服一点。但对于 iPad 这个技巧是通用的。所以这个是手写输入法的一些我自己常用的一些小技巧吧。那通过这个键盘的布局呢，你就不难发现，其实对于这个系统的设计者来说啊，他也是比较希望你能用听写的，因为他把这两个按钮放在了最大且最显眼的位置里面去了。那如果说你有大量的文字需要输入，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的各位可以用这个听写的方式来去输入啊。那对于我们简体拼音来说呢，有些小技巧可能是隐藏的啊，比如说有些单词我长按之后呢，比如说我想输一个拼音到，放到英文啊，那在英文输入法下面，对于一个字母你长按呢，它是会有这个注音出现的。那这个时候我可以选择第4声。点错了啊，这样操作有点别扭。你看，这是不是就有拼音了？有注音了，德奥道，对吧？啊，长按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小技巧的。那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在打文字的时候，1 2 3 4 5，你长按这个数字，它也是会出来一些小技巧的。等一下啊，难道是中文输入法所特有的吗？还真的是。每一个数字都会可以有不同的这个表现方式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一个像这种带括号的都是可以的。这也是我经常用的一些小技巧。那至于那种滑动输入呢，这个就因人而异了。那所谓滑动输入，就是你直接在这个上面这样去滑。如果你觉得很快的话，你看我是乱滑的啊，但是你看它其实也输入了一些东西的。这个如果你习惯了，我觉得很快的，但是现在我还不太习惯，所以这个呢，我也没有推给大家，因为我自己也没习惯，我就不给大家去建议了啊。好，那这个就是目前我能够想到的一些关于输入法的一些内容啊。因为我没有特别的去准备啊，也是抱着聊天的心态，所以肯定会有一些遗漏。所以也欢迎各位，如果你知道一些 iPhone 原生输入法的更多的小技巧，你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我们再去讨论。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